这一次带着大家前往哪边呢？前往因河比卢德西欧五国因河比卢德其实不管是荷比法瑞伊啦、因河比卢德啦、因河比法啦等等呢，我们在这西欧的这几个国家，曾经做过很多次排列，很多次的组合。现在飞机抵达了德国的法兰克福的基地。我本身家己真介意德国这个所在只可惜呢，这个德国这个所在呢，常常都是惊鸿一瞥因为法兰克福身为欧洲最大的一个转机城市呢，其中一个城市呢，法兰克福机场几乎所有的飞机选择了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还有慕尼黑这两个地方大城市来转机所以目前到我们到达法兰克福之后呢，会在法兰克福的城市中心老城区里面呢稍作停留，逛逛莱茵河，然后呢我们就会离开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可以来去做德国的纯德之旅。来，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到了法兰克福的旧城区古峡谷在现在大都市法兰克福这个所在呢，但就有心脏地带包含目前它的经济也是欧洲的模范生包含了欧元的总部，也就是在法兰克福。来到了这个，有没有看到中间的这个中央广场罗马人广场融合的传统、现代贸易跟文化在这里，法兰克福掌控了全德国甚至全欧洲最大的财富，因此有莱茵河上的曼哈顿的称号。这个所在先讲这个古峡谷罗马人广场咱先来讲这个罗马人广场，看到没这个罗马人之丘广场呢，在法兰克福现代化的市容当中，唯一保留着中古街道面貌的广场。这个原来由荒芜的小丘慢慢发展成当时古城的贸易心脏地带。9世纪的时候，这里就开始举办了博览会。如今呢，它是法兰克福老城的中心。罗马人广场东侧有一排古色古香、南京万华的木造市民住宅。这个地方呢，在1944年，盟军轰炸将罗马人这个历史景点全部都夷平了一直到1983年才把它重建起来。这种标准的德式建筑，木头加上中间的灰白墙然后包含了中间呢，还有可以看得到刚刚那个正义女神，还有现在看得到这个旧市政厅这个旧市政厅呢，可以是法兰克福的象征罗马人广场在12世纪就有大型的贸易展销，吸引来自意大利跟法国的访客跟商人。以前国王加冕之后，会在这个正义女神底下的喷泉呢，放满了葡萄酒，来全程狂欢这个广场嘛是举办各种庆典的地点，上重要是庆祝神圣罗马帝国地方广场起正厅加冕就在这个地方。这嘛是加在意大利商人的住宅。法兰克福的市议会1405年呢，从一个富有人手中购得的，在这整个地方经由法兰克福市政府的这个整修那现在我们往后面走呢，会走到这个莱茵河畔呢，可以看得到这个莱茵河畔。等一下，当然我们会来游船那在市政中心，在罗马人之丘的广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大教堂。1239年所建成的当家有过来的多数的法兰克福的皇帝，拢踮这个所在来建出来目前的这个建筑物呢，是经过火烧了佮顶起起来。但1877年的时阵呢，完工。这内底的楼梯呢，总共有332层当然啦，你买下骹看就好，无爬起来啦脚踏夫大家拢遮好有时候呢，远观不可亵玩旅游团队有2种一种是我们看看就好了。另外一种呢是绝对身体力行的，不管多高多远都要爬上去。无论如何，大家量力而为因为有时候旅游时间呢就是非常的短暂，常常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在听到家在人讲时间做短但是这嘛无法度的代志因为旅游时间就是安尼
旅游时呢吼，你若时间排伤长哦，点都袂介济。这点无济呢，请一人就会讲，恁的点哪会遐少，别人的点遐济哦。啊，就想讲有当下来旅游的景点吼，发现了非常多的人哦，排队排甲热等，要安怎吼？有的人可以讲，阮景了唔就是啊。这个想吼，在陆客还没有大量不来台湾的时候呢，你想想看，以前的故宫，你要排队排偌长啊？原本就是这样哈，热闹的景点，尤其是季节性的商品，在热闹的时候呢，排满人呢，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都不是看到你一个要看呢啊，全世界人都会来家看，而排队这个物件其实不法多。那我们进来这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大教堂呢，它做成的是非常标准德式的建筑呢，环节柱形的这种在里面啊的廊柱形的那个方式啊，还有红砖式，这些都是标准的德式教堂建筑。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精美加水的雕像，因为这个所在上早以前就是德国皇帝加冕当这个所在，他们从这边加冕了呢，会一路行到头前咱都看到罗马人之丘的广场。到了那个广场呢，这个广场呢，他们就倒满了葡萄酒，在这个水池里面哦。那么这个最底下来的所有人哈，全程可以一饮而尽，狂欢彻夜，庆祝新的皇帝的到来。短暂结束了罗马人之秋呢，我们这是多国之旅啊，所以有时候一天要跨越一个国家，也是很正常的啦哈。所以陶景哦，我不断的强调这个重点哦，你选择的是多国还是单国哦，不要犹豫不决哦。有的人觉得多国太累、太麻烦、走太远，那你又选多国。那选单国的人有时候又觉得呢，为什么到了这边不邻近的国家顺便玩一玩呢？所以很头痛哈。不要说你们头痛了，我都很头痛哦，因为我不晓得怎么解释哈。选择多国行程多累啊，不是路程长是一定的哈。所以呢，鱼与熊掌各有兼得，看你要对几行。那现在我们准备先去吃一下道地有名的德国猪脚。吃完猪脚加巴巴利亚哈，我们就准备来游莱茵河。现在来到的这个是莱茵河畔的叫做胖妈妈猪脚店呢，这间呢是旅游团体上多人来吃的现在旅游团体都来吃呢，第一，这个猪脚呢已经调教成咱台湾人爱吃的口味啊，因为专门叫台湾团嘛第二，它就在莱茵河畔；第三，它的价格合理一般来讲，正规来讲你若到德国吃德国猪脚呢不是这种团体餐的你一顿上少要2000块的台票，1500块左右啦，无2000啦，1500块你甲看这都无介俗啊，对不对但是呢，像这种全程比较符合台湾的味道的在作业的当然它在价格上面就比较低廉少个400-500块而且它能够接团体也是接团体是相重要。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不太了解欧洲的费用高在哪边。我告诉你高在哪边好不好？你看到的都高了，从人力、物力、吃饭、厕所、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所以台湾人如果再不架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呢，哇，那个出国会人家笑看规半波是，知影要对的菜不？来，位置是自由的，往里面走来开始往里面走了。
现在上了莱茵河，哇，这个风很大哈，但是很美。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哈，能够上莱茵河上面呢，来旅游呢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哦。有没有看到美丽的莱茵河畔？很少有地方，一条河，它会被列为什么？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德国是这样子的，它从最北边、最具历史价值意义的首都，从柏林一路往下走，会走到什么？童话大道。这个童话大道，所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话大道、童话故事，都在这个童话大道上面发生。再往下走呢，走到了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呢，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莱茵河两岸都是城堡、葡萄园，很多以前德国的小国、王子、公主、国王等故事都在莱茵河两岸旁边发生了。那再往下继续走呢，可以走到 Romantic 大道哦，然后一直呢到慕尼黑哦，走到了这个阿尔卑斯山的山界哦。你说德国美吗？德国其实是一个别具意义的地方哦，值得你来品尝。莱茵河是一条欧洲国际的河流，发源于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山区哈。这个州仔呢，它流经了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德国跟法国，最终对荷兰流入北海。莱茵河的全长呢有1232公里哈，这个航段呢非常的长啊。那莱茵河也是欧洲上盖无用的这个河哦。莱茵河的三角洲呢，交通便利，造成了欧洲多数早期的商业城市。布鲁日啦、安特卫普啦、鹿特丹呐，这些都是莱茵河畔重要的都市啊。而现在的美因兹到科波伦兹的莱茵河呢，风景是最美的，没有架设任何的桥梁，全靠摆渡过河，目的就是为了保存这个河段最美的自然风貌。虽然我们并不是在船上用餐，虽然我们并不是在船上睡觉，但是呢，莱茵河畔这起了呢。沿路上会使看到两边边的支流、河流两旁边的美丽的风景。你看莱茵河 Star， 对这个玻璃加个翕出来，有没有看到两旁的葡萄园？这个时候葡萄当然还没有开启，但是呢太美了，尤其是这种太阳照射底下呢，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哇，那种感觉呢，什么事都不用做啊，光是在这个甲板上哈。就够了晒晒太阳看看两旁边这种感觉就很棒了所以有时候旅游过程当中呢，你说要多少的言语呢？有时候美丽的风景映在眼前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个时候甚至无声都会胜过有声了。
看到无啊？这沿路上吼，真水的风景啦，城堡啦，一寡世界有名的遗产啊，拢踮这个所在啊。很多人说德国或是欧洲呢，出产了非常多的童话故事，甚至有很多的国王、王子的或是公主的这一种童话故事。为何呢？其实呢，在莱茵河两畔，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呢解决掉，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因为其实欧洲也是由非常多的小国一个一个组成的哦。光是德国以前各自占地一半的这一种国王王后呢，就非常非常的多了。这些小国家、小公国呢，如今当然合并起来变成了一个泱泱大国德国。但是最早之前呢，其实在世界国家呢，就有很多的小国王、小公主，所以到澳洲才会有这么多浪漫的王后、王子、公主的童话故事。下了船，我们上车，准备再前往德国的另外一个重要景点。这个所在，我们就把它称为学生情人梦最浪漫的地方。它是哪里呢？它叫做海德堡。海德堡我们现在先坐缆车上山。海德堡一个法兰克福南方的古城，也是德国上界文艺气息的大学城。这个所在呢，因为电影，因为伊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呢，这个所在呢变成欧洲上界罗曼蒂克的一个所在。咱即马坐缆车到顶馆来了后呢，咱会使开始看这个大学，嘛是城市。大学跟小镇是融合在一起的大学城、大学小镇。听过海德堡之吻吗？海德堡之吻一书让许多台湾人认识了海德堡，而且这里呢也提到了一个专门巧克力的专卖店背后的浪漫故事。所以来到海德堡的人拢爱当家买巧克力，因为它的整个声名大噪。这个是旅德作家郑华娟当时所著作的《海德堡之吻》一书。至于浪漫的故事呢，我们看下来吧。德国最古老的大学就是海德堡，1.56几年的历史啊，出了多位的学者跟诺贝尔的得主。海德堡的浪漫传说跟与学术背景呢，每一档啊，也拢会吸引真侪游客来到这个所在来佚佗。所以咱来到海德堡的时阵呢，对一开始坐缆车到顶馆起来呢，看到拢是红砖色的所有的古建筑物啊。台湾整漂亮的城堡呢，其实有时候在某个程度来讲，少了一点真实，断垣残壁呢，更能引发很多人的思古之幽情。这就是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海德堡。从这边看下去呢，可以看得到中古世纪的欧洲过着宫廷的生活，可以想象到路易14逛凡尔赛花园的感觉，也可以想到二战时间。想问问你，来到德国，希特勒为何要屠杀犹太人？所以来到了德国，很多的这种感觉呢一涌而上。所以呢，也在感觉有穿越时空的感觉，来到海德堡嘛会使看到当时的这个海德堡这个城市国王啊，跟人家打赌喝酒的故事等等呢，在整个德国呢非常多充满小故事的城市了，应该是这么说。所以德国其实海德堡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海德堡之所以会如此受到全球观光客的喜爱，除了有中世纪的城堡、巴洛克式的建筑、古桥外，还有德国上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他们家诺贝尔奖这个超过10个啊！发明自行车的人也是对这来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将海德堡变成什么神话跟浪漫主义之都。学生王子、电影情人、海德堡之吻等等呢，拢是当海德堡这个所在让老样来拍片。马克吐温呢，把海德堡变成了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的赞誉啊！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慢慢的感受到还可以等一下去看到巧克力分店不要紧，等下我后边再来介绍来，咱今晚呢先行起来海德堡的这个城区内底来去看
淡水内底呢，会使看到真侪所在对古城区一路会使行到这个上大最大欧洲橡木桶酒桶啊，就淡这个所在。这个酒桶淡这个所在呢，储藏的是什么？葡萄酒啊。这个上大的酒桶大甲呢，会使互你爬去酒桶顶悬开始来看，开始来看。而且呢，头前才有一个翁仔有无？这个翁仔呢，听说以前顾酒桶的人一世人拢啉酒啦，从来无啉过其他。听讲有一天呢，忽然间啉醉了，都要窜开来，走这个很好玩哦。长期已经喝酒当喝水一样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就上来到这一个最大的橡木桶酒桶上面来看一下啊。看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往下走。这也是在海德堡大学城区里面的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哦。既然里面放了这么大的橡木桶的酒桶，里面储藏的葡萄酒，而在外面当然也可以买得到在海德堡出产的一些酿造的葡萄酒。毕竟在莱茵河两旁都是葡萄园啊，所以这个葡萄酒呢，当然就是它最有名的地方喽。走出来之后啊，我们再看一下海德堡的整个城市轮廓哈，有水吧？我干嘛讲水了啊？我个人也很喜欢海德堡尤其是呢，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海德堡的老桥，横跨的内卡河的一座古桥。然后在这边呢，可以看得到我就刚前面讲的断垣残壁啊，有没有啊？我们可以这样子边走，这是我啦你看从这个里面呢这样子走出来，有没有走在这种高整爱，敢不敢？你干嘛有赫文？我觉得很棒虽然它常常都是一片一片的古城墙而已，但是呢还是很好的啦现在我们开始在城中海德堡构想来对这里很多的餐厅的外墙才会看起来非常的温馨这里也是一个真好的看手类的所在真侪什么Rimowa 啦一寡德国的软糖啦，有的无的啦，药品店啦，我感觉海德堡才真好买这比法兰克福更加好买
像喏，因为这个所在会加落较好势加啊，落来了后呢，过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呢看欧米亚给啊，真侪人到德国了后呢，弄来喏哦，真侪人加户物件买啊，德国有太多的东西啊，吸引了非常多人去买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灵教堂。后期哥德式的建筑代表曾经是历代伯爵选帝后的长眠之地啊！你了解吧？这里是一家上盖有名的骑士饭店啊。那我走进来圣灵教堂，给大家看看。现在教堂里面还保存着普鲁雷西三世跟王妃的陵墓在这里面哦。当然，等一下看了普鲁雷西三世跟王妃陵墓也放一块已经雕刻了他的像在那边哦。17世纪后期呢，曾经爆发战争被法军破坏过高等来带有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况为主题的彩绘玻璃。这里面呢，最高的塔点是81公尺。去里顶馆会使看到海德堡专区的美景，这就是圣灵教堂免费也免费对吧？有无看到这个国王卢普雷西三世甲王妃的陵墓有无？有看到无？因为刻伫遮这边你若看到我头过来看卖这顶管下一看好无？看无不要紧我嘛看无啥有。我们转头一看可以看看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为主的一个彩绘玻璃，你看得出来是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况为主题吗？看不出来，太棒了，因为它是艺术啊。再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海德堡的全景。刚刚我们在海德堡，现在我们还在海德堡，只是从大学城区这个上面可以看得到整个城市的旧景。看下去之后呢，我们准备再走到这个河岸旁边，也可以看得到海德堡最有名的巧克力专卖店这个当时一个作家有一本书叫做《海德堡之吻》，就指向这里的一个故事精彩的发源地。所以他们金马家呢，可以看到一个男一个女生亲吻的海德堡之吻那20世纪海德堡求学的女学生都有家仆或者是教母跟在旁边，以防这个男子骚扰。遇到一见钟情的对象，男女们呢就传递了这一种以亲吻的巧克力给对方来表达自己的情意这个就是海德堡之吻的这一个巧克力有名的地方走在这个旁边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内卡河啦，有无就这个古物广场啦，安尼一路行过来行到内卡河边会使看到这个雕像可以再看到一家上古老的古老桥在这边主要要看的是海德堡的老桥，横跨着内卡河的一座古桥那老桥的前身是一座木造桥，速度因为遭过洪水的破坏，因此呢，选帝后卡尔特奥多决定将其改建一个坚固的大桥。在1786年到1788年之间的动工兴建，这个老桥到今嘛一定有200几档的历史先看这个有没有看到海神河神保护了这个内卡河上所有往来船只的安全。
这个莱茵河让它多嘛这尊那有无哦？游览这个莱茵河，这里有9个拱门的老桥，这里尊定也在欣赏冷冰冰的森林古堡河谷。我告诉你，我推的欧洲团会给你一种感动啊。我还是一句话，别用太商业的角度去看每一个旅游行程。如果你用很商业的角度去看每一个行程，那你将会错过每一个行程带给你最深层的浪漫感动。Hello。这段我拢无讲话，这段我选来拢无讲话呢，因为我要让大家听听看下冰炮的声音，冰雹的声音哦。我们这一趟来卢森堡呢，其实还是蛮特别的哈，因为这一趟来卢森堡呢，有几个情况啊。第一个哈，就是最主要是哈，卢森堡这个地方呢哈，刚刚我们来的时候呢，阴天呐，不，其实卢森堡这个时候才加水哈。那我这一次哈，睽违已久，再来卢森堡一趟哈。卢森堡大公国面积只有2586.3平方公里，非常的少哈，人口有50万，是欧洲大陆仅存的大公国，这个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的富裕国度，有着世界上最高的人均 GDP 啊，那11万美元啊，算高了吧哈。很多人常讲吼，哇，惊死人11万美金嘛吼，安尼是偌济吼，一个人平均的年薪啊，拢有超过20万哦。所以这个是咱台湾了，我们台湾常常在讲哈，最低工资要往上拉啊，但是呢，人民呢，其实在生活物质上面，电价不能涨，水费不能涨，买东西要便宜，有没有？油价不能涨，然后呢，所有的东西要免费要便宜，这世界上哪有这种好康的代志啊？所以它非常矛盾的情节呢，在台湾你可以看得到哦，我刚刚所讲的这一切都不可能的事情哦。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它的成本，拢有也价值，都有盈利的目的在，没有赚钱。我们总使一个慈善机构，它都要，我有的慈善机构，你说像喜憨儿，他要不要去卖那些糖果饼干来获利，才来帮助喜憨儿？所以在台湾现在目前内部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大家一味的要求便宜跟免费，什么东西都动涨不能涨，请问一下，你又如何涨薪资呢？这涨不上去嘛？你什么东西往下压，这个就要往上涨，这不合逻辑的常理。但是大家好像都觉得它很合理哦。所以你一回头来看，在欧洲世界上最高的人均 GDP 11.4万美金啊，美金，你来看这平均一个人的薪资要多少？所以在这边平均一个人的薪资就要200-300万。一年度下来啊，所以你可想而知，来澳洲当然消费的什么都贵啊哦，这个也贵，那个也贵，什么都贵，什么都不奇怪。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这边就是拥有这么高的薪资，才有办法生存得下来。这也就是他最大特色的地方哦。所以大家来到澳洲，爱才了解，不能一味的讲一家什么物件拢管无法度，一上贵的就是人工。最贵的就是人工，只要卡到人来做事情，它就贵。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欧洲，会不太了解欧洲的整个消费状况，甚至为什么他的厕所要钱等等。为什么澳洲那假贼假拜告诉你，熊拜这个插棚，他都要收你台币500-600块啊！你干嘛一拜啊？写贺？所以，当你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国家的消费、这个世界的经济，你来到这个所在，你佚佗的时阵，你得干嘛讲？这做正常啦。无了解的人来遮，你得化东化西，嫌东嫌西，得干嘛？这物件就无好食，这物件就安怎拄安怎吼。所以呢，旅游要有这个观念跟概念哦。这个观念跟整个调试好的时候，我但这部当中讲哦，你旅游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快乐哦。
旅游它不像一个商品哦，不像机械做出来的东西哦，物件到达哈，每一个物件报个瓦固哦，旅游多了一种随意而自在，无法预期，所以旅游就是无法预期嘛，也因为你看不到嘛，所以你才会心神向往。为什么世界上90%以上的人，他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呢？但是当你拥有环游世界的梦想的时候，你去环游世界的时候，你是否真的抱持了环游世界的心呢？是否真正做好一个台湾人要到世界旅游的心态呢？你有这个心态，佚佗起来的假和尚啊！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金融中心，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到阿道夫桥头的银行跟银行博物馆，可以看得到整个山谷峡谷地形的卢森堡。这卢森堡小小的地方，每天固定的那一条路都塞着车。这一个河谷呢，也就是卢森堡最美丽，有卢森堡之肺的称呼。为什么？绿化的非常非常的棒。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阿道夫桥，看着这个阿道夫桥哦，看着这个呢，旁边正在新建的，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石造拱桥啊。但是我们现在刚好来的时候，它在整修。这里是卢森堡最重要的景点，你看看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我夸你吧哦。这旁边呢还有一个布鲁塞尔的小广场啊，在这里呢还有著名的宪法广场。我们现在看下去的宪法广场等等呢，卢森堡美呀美呀。我们从宪法广场走进来，看得到一个 Golden Lady， 今晚一直行到到来的，虽然今天阴天啊，但它还是美。